这电视剧你就看吧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几乎每部作品上线前都会大吹特吹一波，明星各种合体出镜，平台铺天盖地宣传，再加上粉丝一顿自嗨。可大部分剧毫不夸张地说，出场的那一刻就是整部剧最low的时候，来一部烂一部，无论是中生代还是流量明星，都给我趴下。这回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如今烂得众人皆知的6部作品，看看你有没有踩雷。第一部，我要逆风去。烂到看第1集，我就想让这部剧顺着逆风直接边待着去。这部剧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都格外精彩。开播，男女主还没动静，女二直接来了个手真情感言，自己手写小作文，结果把在向朝阳的世界里生根写成了生恨，地雷也写错了，被嘲笑了一通。随后男主粉丝又在网上大喊，表示自家哥哥哭了好多次，你们满意了吧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生日会向粉丝保证自己以后好好挑选剧本。等会这是在承认已经开播的剧烂了。果不其然，逻辑不通，演技稀烂。女二是智商堪忧的，直播明明可以戴口罩帽子，她偏偏要引人注目戴个面具，告诉别人自己不露脸，被人打也丝毫不动，等着对方的手直接挨到自己的脸。男女主是做作的，在钟楚曦的表演中，富家女只知道摇晃手里的酒杯，自己坐在沙发里，不知道为啥就使劲摇晃酒杯，身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边疼，同时还得晃悠，全身上下就像长蛆了一样。俩人见第一面，不知道为啥对着演，一个个全都装模作样。钟楚曦挤眉弄眼，莫名其妙开始挑逗，龚俊摇头晃脑，假装自己是霸总，就是一点气势都没有。说真的，隔着屏幕观众都替你俩尴尬呀。第二部，以爱为营。这部剧可谓烂得惊天地泣鬼神，谁也没能想到，在2023年竟然能看到烂得如此水陆均沾的剧。从制作来看， PPT 式转场赶不上大学生毕设，歹毒的镜头角度更是让粉丝两眼一黑。从台词来看，无处不在的南宁让人难以下咽。明明是大女主剧，所有人围着女主却都要提及男朋友，而女主又因为男友没到场而觉得羞愧。明明女主人美心善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对同事却偏偏要用美貌来羞辱。还有一会叫爸爸，一会又扣内衣，真是让人震碎三观。最后不仅喜提豆瓣 4.4 的高分，甚至还被人民文娱点名。官方给出的点评尤其犀利，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都是套路。再来4个字，工业糖精。能烂得如此千奇百怪，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是成功是吧？第三部，宁安如梦。明明可以是下一部长相思，硬生生给拍成了翻版的幼稚狗血小说。当下最流行的一女多男设定，每个男主都非常讨喜。腹黑报仇男主，白月光倾心男二，死心塌地奉献自己男三，甚至还有佯装不知只为女主当上皇后的男配。能够精准拿捏当下年轻观众审美，甚至可以迎合各类需求。然而张凌赫在导演的镜头下是这样的，这还不是剧里最丑的，只是平常镜头的随手一截。而最让人破防的是男主倒下的那一幕，情绪烘托到了极致，本该让观众泪如雨下，可这不断颤抖并回弹的大褶子实在是让人绷不住。当然女主也难逃于难。在我看来，白鹿虽然与剧中大美女的设定有些出入，但颜值也是比较扛打的，但你硬生生给人拍成了这样，男女主加在一块，一对卧龙凤雏，拍的时候真的不会笑场吗？对此，某媒体对该剧导演的行为评价为倒油，让本就用力过猛的表演雪上加霜。虽然演员本身就不咋地，但你拍的更不咋地。好好的一部带爆古偶，又消散在云雾里了，看来古偶市场还得再加把劲了。第四部，无所畏惧。骄阳伴我，让肖战倒追白百合，我忍了。好事成双，原配跟小三当姐妹，我忍了。但无所畏惧，圣母大女主，我真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开局起，这部剧的剧情就在离谱的路上一路狂飙。结婚2年，老公带着小三远走高飞，留下巨额债务让她自己背负。罗英子为了保留体面不卖车，为了情义养着小保姆，
对于丈夫，她甚至能说出他不是个坏人这种鬼话，而且后面还为小三说好话。本以为最后她可以成长，直到最后，老公终于坐飞机回国，她见到罗英子第一件事就劈头盖脸把她骂了一顿，没有任何人性可言。而罗英子竟然还满眼泪水，期待着老公的反转，活脱脱的恋爱脑一枚。看到最后，我才明白，真正无所畏惧的是与观众三观不合的编剧，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还与网友辩解，这都是啥脑回路啊！就这还有第2季呢。第5部《南海归墟》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南海归墟空降绝对是这个月的重磅炸弹。然而当点开正片后，真的不如不来。总共就16集，最关键的情节便是前往海底探宝。如今剧情已经发展到快一半，这些人还在船上墨迹，节奏实在是太慢了。开篇全是插科打诨，王胖子与大金牙不停地唠叨。为了凸显此去凶险，先让陈老爷子算卦，随后虾女要2次3番，特意提起这回有去无回，反正就是扯用不着的。当特效开启时，恍惚间我甚至以为是广告来了。这突兀的画风非常割裂，绿幕抠图不要太明显，而且就算是上了船，这些人竟然还在唠。潘粤明和张雨绮就没有一点 CP 感，而且潘粤明到底哪里瘦了？开篇这一脸油腻与疲惫，直接给我了一记暴击，头发都是油的，到底是谁一直在说潘粤明帅啊？所谓的摸头杀，俩人没有一点爱意交流，完全就是在念台词，感觉根本都不太熟，这是已经走到要结婚的地步了吗？第6部《一念关山》，看完这部剧，我对刘诗诗是真的没什么希望了。步步惊心，可是多少人心中的白月光，刘诗诗当时对人物的诠释也确实非常深刻。可一念关山里，这姐就只会凹造型，空洞的眼神仿佛是盲人演技，无时无刻不刻意伸着自己的脖子，咱也不知道这是在演戏还是在比脖子长大赛。不过至少刘诗诗的脸是扛打的，而且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仪态，在古偶里也都说得过去。可男主我真的忍不了。或许刘宇宁唱歌确实不错，性格开朗吃得开，但这歌演偶像剧男主是真的不行啊。演技就不说了，本来就不是科班出身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细微的表情变化，颜值简直让人两眼一黑，装狠都能给人眼笑了。就这样的男主还要被女主疯狂追求，准确来说不是追求，而是求生孩子。一会强行扒衣服，一会给人按倒在地，一会又趁人不备强吻，而刘宇宁又要演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。说真的，这真的有人能入戏？整部剧的节奏也是慢的不行，放出了1/4的剧情，竟然根本就没讲什么主线故事，总共要演整整40集，这谁能看得下去？赶紧抬走吧！果然国产剧市场没有最烂，只有更烂。每当大家以为这部剧已经算是国产剧底线了，可偏偏还有烂剧中的新星燃起。都说如今的观众审美降级，也不看看电视剧的制作和演员都是什么水平，大家就是想升级也升不起来呀。光1个月就有这么多烂剧，甚至还有没提到的作品，不知道你是精准中招还是恰好躲开了呢？